2025碳费征收开始，企业转型的契机。近年来，各国越来越关注碳排议题，许多国家为了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的目标，纷纷开始制定减碳的相关制度。像是欧盟在2023年上路的碳关税，韩国和日本东京实行多年的碳交易，还有日本、新加坡实施的碳税制度，都逐渐促使企业积极响应减碳。相较之下，台湾虽然在面对碳排比其他先进国家慢了几年，为了达成台湾2030减碳目标，从2024年开始，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被纳入计价。台湾并于2025年开始，每年的5月，年排碳量超过2.5万吨的业者，包含电力、钢铁、炼油、水泥等产业，必须依碳费费率公告当月起算的碳排放量，自行计算应缴纳的碳费。如果企业不积极减碳，会有什么影响吗？除了未来在台湾每年要缴纳的碳费增加外，环保署要求特定产业必须进行碳盘查，借此用来了解企业自身的总碳排放量。而其他企业供应链会要求并根据这份资料选择是否跟您开启新合作，或是取消旧订单。所以，企业若不积极转型减碳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市场孤儿。企业若想在减碳的政策下继续长远生存，就必须把握转型的机会，选择使用再生能源，提升能源效率势在必行。针对金属加工业者需要经常使用的切削油，可由矿物性切削液改为植物性切削液，在碳排上能够有效降低，但要实质有效管控厂内 PM2.5 环境减废。推荐使用美科通过台湾精品及创新研究奖的植物高效切削液，它的油品寿命可长达5至10年，可以有效降低油品和换油的人力成本，还能增加机台生产效率，提升产能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使用美科植物性切削液可以大大减少产生碳排量，为您减轻碳费的负担，并且帮助您增加国内外市场竞争力。选择美科，成就美科 ，Your success, we make it happen. 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. MCM Super.